萨瓦迪卡，大家好，我是赵一白。时隔好几年，好久不见，非常想念大家。如今呢，我宣告我又回归了，但是不知道各位是否还在这个兴趣圈里呢？首先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收藏品。这一小部分就是我经常戴的，比较喜欢的。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是，我把一个龙婆班做成了一个三通，就是可以替代我的塔固这么佩戴，但是上下大小不太一样，有点不太和谐。还有像龙普多的珍宝，我自己留了2尊，一尊是黑肉，一尊是花粉。还有我经常出席一些重要的场合佩戴的一尊半捆蓬。这个金壳当时我觉得不太漂亮，因为它是个老金，这个金包了就有几十年了，然后上边镶的是真钻，当时我一度差点给它卖掉。这就是一些林林总总的一些圣物，佛牌圣物。为什么我要回归这个行业呢？因为我无法欺骗自己的心，我还是喜欢它。之所以之前跟大家讲，就是我宣布我不再触碰这个了，那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瓶颈。这个瓶颈呢，就是我自己内心里的一个坎儿。这个坎儿就是，我觉得它没用，就是起码它不像我一开始认为的那样，就是平白无故戴了以后如何如何。这个说实话，这是我内心最开始认同的一些东西，但是后来崩塌了，所以我就退出了。退出其实就是为了寻找一个真正的答案，但是后来找来找去，我发现没有答案，没有真正的答案，也不是答案就在你心中那种非常肤浅的话，就是你找不到答案，你相信它就是真的。然后最近几年也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儿。在2个月之前春节的时候，我们来到，因为我现在居住在泰国曼谷，在我们周围有一个庙，它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财富庙。我去这个财富庙，看见了一位师傅，这个师傅他不是主持，50、60岁吧。在我们找他的时候，这个师傅他正在给人念经，正在哇啦哇啦哇啦，然后我们就排队，我就捐了点钱，买了一点贡品，然后我也想师傅给我念叨念叨。那恰巧这师傅他会英文，英文挺好，然后我们就聊一聊。我说我也希望给我的家人念一念，然后祈祈福。我说是否应该把他们带到现场来呢？因为我的家人过春节嘛，要跟我们一起度假。师傅说不用，师傅说你让你的家人拿着手机打开 YouTube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平台，然后打开一些相关的经文，然后看着经文，心里想着什么呢？想着你们脑海中塑造的那个金光闪闪的造像，想着它，然后内心讲了很多，不太方便在这儿说，讲了一些内心的活动，然后说这个时候你们就犹如在现场，犹如和这个金光闪闪的那个在一起，这就是内心的平静。它给了我一个启示。然后后来又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但司空见惯的一些事儿，比如说小孩子刚出生的小孩子，他是没有什么心理暗示的，他是无意识的，很多都是无意识的。然后呢，经常半夜哭闹，这个之前可能跟大家讲过，但是经常会发生这种事儿，半夜哭闹，然后他的爸爸就找我，因为妈妈晚上睡觉嘛，就是爸爸哄孩子，孩子闹就是半夜起床，然后爸爸就要哄他，他爸爸就跟我说没办法了，有没有什么一些神奇的方法？我确实是想帮他呀，然后给他系了一根捆铃线，就是在很多年前龙婆坤，我收的一个龙婆坤当年加持过的一个捆铃线，我剪了一小段，我就送给他了，给他邮寄过去了。大概是第2天、第3天吧，他就联系我，他说太神奇了，就不哭了，孩子突然就好了。就是林林总总发生这些事儿吧，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我发现就是一个非常撕裂的一个年代。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崇尚科学，就是物理学，包括一些我们能看得见可以验证的
可以被反复验证的一些。另一方面，还有一些古老的智慧、古老的一些东西，让我们很撕裂，不知道应该相信谁，因为哪边看似都是对的。我一直在试图找一个可以被反复验证的方法。实不相瞒，毫不客气地告诉大家，我找到了。但是，不是要跟大家兜售一些非常神奇的一些理念啊，其实大道至简，它非常简单。但是简单的东西，如果说出来就无效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就让我想起复联4，奇异博士告诉钢铁侠说，钢铁侠问他说：“我们是这次吗？就是因为有很多次机会嘛，我们是这一次赢吗？”奇异博士说：“不能说，说了就不是了。”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很多东西如果点透，就跟魔术一样，就失去它的作用了。然后这套方法，我验证在了几个人身上，不是很多人啊，就是几个我身边认识了很久很久的客户，他们都发生了不同的变化。不是说那种大富大贵啊，一下冲天了，不是，就是他们在进行完这些步骤以后，能明显的感受到，不是说佛牌直接跳起来了，或者是喝饮料了，不是那些东西，而是说他们自身感受到了变化，不是看到了外界的变化，是内心，包括身体、情绪感受到了变化。在得出这个方法以后，我自己试过，不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知道它的机制，就像说相声，比如说干一些行业，为什么爸爸不能教儿子是一个道理，因为太了解了，所以人就会无意识、不自觉的就不相信这套东西。就包括我在2008年到2010年期间，我做过金融，做过期货，之前跟老朋友介绍过，我发明了一个交易系统。这个交易系统在当年啊，很多期货公司，就是内地大陆的期货公司，然后用我这套理论，就是复制下来，然后改变成他们自己的话术，然后去向他们的这些期货客户兜售这些理念，然后圈钱，这就是这么一个套路嘛。有的人通过我这套理念，仅仅是这套理念而不是系统，就盈利了，但是我却没赚多少。为什么？因为是我研究出来的，所以我不相信它。就是因为这个不相信，它成了我的一个枷锁。2022年我宣布退圈以后，我就给自己标榜了一个，我不能再进入这个行业了，我再进入这个行业我就要背叛我自己了，就这么一个，也是一个枷锁。但是直到最近，因为我生活在泰国嘛，在泰国我经常能看到一些老的华裔大老板，然后就是什么是老板呢？就是你能看出来他的一些气质，就像很厉害的人，很有城府的人，带着一些金光闪闪的，像邦昆蓬啊什么的，我也带着一些，我们经常会聊，他们也会中文嘛，然后会一点蹩脚的中文，然后我们聊起来，他说我没想到你这么喜欢，这么了解。简而言之，就是给了我一些信心，给了我一些信念。同时在泰国这个地方曼谷，我也接收到了一些有关于信念，然后你的行为，就是你的做每一件事的动机都会不一样，都会变得纯粹。久而久之，你会被这一个磁场，就是我们讲就是社会氛围慢慢影响，你的心态也会发生转变。转变以后呢，你对人生的某些问题能看得更加宽广了，就是这样。那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视频，就是我可能未来会更多的跟大家接触，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就是告诉大家，我回归了，未来会更多的跟你分享一些佛牌的一些知识、历史、高僧的真实的故事，不是 GPT 写的，是真实的，我见到的，我听到的，还有一些我个人的感悟。当然了，还有很多有关于如何佩戴，让佛牌能够帮助我们的一些方法，还有见闻。这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